世人皆认为清河聂宗主是有意带聂先锋来云梦，云梦江氏与清河聂氏会出现有趣的后续。没想到猜对了结果，却猜错了女主角。世人皆传聂婉晴与江燕离生的一模一样，因此挤掉美貌动人的嫡长姐聂先锋，成功博得江澄另眼相看。魏无羡对此嗤之以鼻，若是真与师姐一模一样，江澄绝对不可能动心。但他自己又按捺不住心底的隐秘期待，想再次见到记忆深处的面容。眼下果真见到了，面前的姑娘与江燕离绝非完全一样，却有几分相似，让他仿佛穿越晦暗时光，触到了当年莲花湖边那个一同长大一姐一母的温柔女子。再想到莲花坞即将下聘，魏无羡的心情就好得不得了，看聂婉晴怎么看怎么欢喜，怎么看怎么亲切，只想与她多说说话，让她多喜欢江澄一些。魏无羡想找些美好的词汇来夸一夸江澄，却发现江澄与温柔、脾气好通通不沾边，把脑海中冒出来的有钱有权有势划掉。魏无羡道：江澄长得还是不错的。努力想了想，又道：叶烈也很厉害。搜肠刮肚一番，再道：他很会惹其他姑娘讨厌。相看两厌那种，嫁给他一定很安心。魏无羡把江澄的老底儿掀了个底朝天，将少年时候采莲买酒、除碎叶猎途中遇到姑娘时的情境都一一说了，专讲江澄是如何的不通人情、不近女色，最后得出结论：聂姑娘，你在他心目中一定是与众不同、独一无二。聂婉晴面上的红晕一直无法消退，只能跟着魏无羡的话不断点头。可惜江澄的现状，魏无羡并不十分清楚。不过无妨，魏无羡接着讲小时候的趣事，省略掉那些勾栏名将士的奇特取名方式，专讲江澄是如何的喜欢小猫小狗，由此引申出此人一定十分顾家，堪为良配。这下聂婉晴能稍微接上话了，讲江澄如何对待金陵那2头灵犬。两人渐渐有说有笑，蓝忘机虽未参与谈笑，但一直安静不察。他能感受到魏婴的开心，因此自己也十分惬意。最后魏无羡还是忍不住道：我可不可以问，你是不是真的当众扇过江澄一巴掌？聂婉晴局促起来，不答话，默默伸出手，立起2根手指。魏无羡惊呆了2巴掌？聂婉晴点头。魏无羡对眼前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小姑娘肃然起敬，简直想给她鼓掌。魏无羡循循善诱地问道：我能不能问问前因后果？聂婉晴看着魏无羡，魏无羡天生一张笑脸，那笑容如同3月春光，明媚暖人心房，天然便让人信赖。想到自家弟弟在云深不知处求学，归家之后对魏先生赞不绝口，又多了几分亲近。第一次其实是在您前年失踪那次，我是一休，随我们宗主寻到您，就近医治。最初的诊断和腿伤治疗便是我做的。很快姑苏蓝氏的一休也到了，确认您并无大碍，可以移动，韩光君便带您回云深不知处。当时有些乱，人仰马翻的，韩光君一行人走得很急，江宗主他们找的是相反的方向，所以很晚才到。我在进到客栈房间时，床已经空了。江宗主站在空床边，背对着我，察觉到有人来，对我很凶地说了句走开。我一时生气，就打了他一巴掌。那一次并无人看到。其实江澄并不仅仅是对他出言不逊，而是以为进来的人是江行舟，反手一挥，正好拍在他胸上。他当时完全是下意识的反应，直接甩了他一耳光。聂婉晴又道：我后来才知道，他心里觉得莲花坞更近，想让你们去莲花坞养好了伤再走，不愿你们直接回姑苏，所以他当时应该是心情不大好。这样的话，江澄绝技不会同魏无羡讲，甚至不会同金陵讲。但是魏无羡没想到，江澄竟同聂婉晴讲了，可见他待他的确非同一般。魏无羡接着问：后来呢？江宗主很生气，但见我是女修，也不好怎么样。后来宗主带先锋姐姐来，江宗主有些误会，就更不高兴了。说到这里，聂婉晴似有些运气，又有些好笑，接着道：他不仅误会先锋姐姐，也误会我，
再后来，有谣言说我跟着聂宗主到云梦是为了追求他，还故意使花招引他注意。我很生气，就一个人跑去莲花坞，当众质问是不是他散布流言，为何以这种方式报复我。没想到他承认了，我一怒之下，干脆又打了他一巴掌。魏无羡听得如痴如醉，好想让聂婉晴再多讲些细节，又不好意思刨根问底。江澄为何要散布这种谣言，不太合情理。他那个脑袋到底什么时候开窍的，实在是好想知道。聂婉晴只是捡一些重点来说，中间过程通通省略掉，让人好奇不已，心痒难耐。蓝忘机感觉魏无羡内心激动得要命，面上却在拼命克制，淡然问道：那后来呢？韩光君问话，似乎有一股让人必须认真回答的魔力。聂婉晴虽然不好意思，但仍然道：江宗主让所有人都出去。他脸上还有我留下的掌印，脸色很不好看，手上的紫电噼里啪啦作响，整个人看上去特别可怕。我都以为他要打我了，手上拧了银针，想先出手制住他。结果，反正后来我们就好了。聂婉晴明显还是讲不下去了，他省略掉的部分，魏无羡结合平时所阅话本，迅速脑补出一个经典的画面：英俊的宗主阴沉着一张脸，将美丽的姑娘缓缓逼至墙角，双手撑在她脸侧，用经典的姿势笼罩住她，低沉着嗓音说出那句经典的台词：女人，我会让你用一生来付出代价。魏无羡把江澄的脸和声音带入其中，想象力狂飙了108000里，内心笑得惊涛骇浪，面上还尽量维系着庄重沉稳，很想再多问一些事，不过也不知道哪些可问，哪些不可问。魏无羡觉得今天已经收获颇丰，还是见好就收吧，等人真的成了亲再说，可别把人吓跑了。聂婉晴见魏无羡不接话，兀自解释道：我平时也不是这样泼辣的。魏无羡忙道：没有，聂姑娘，你这样很好，不打不相识，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后来就慢慢好了，我们会一起夜猎。说到这里，聂婉晴似乎想到了什么，面上浮现出温柔的神色。魏无羡看在眼里，这姑娘果真十分喜欢江澄，眼光还挺诡异。哦，不是，是眼光独到。聂婉晴继续道：只是世人看来江宗主会看上我，很不可思议吧。许是聂怀桑当时带聂先锋去，的确别有用心。反正世人最初是传聂先锋更多，聂婉晴难免不多心。魏无羡道：与你无关，江澄那性子，单身这么久，大家都以为他有什么问题，他喜欢的人也一定有什么耸人听闻之处。聂婉晴温和微笑，他敢贸然约见韩光君和夷陵老祖，只为问一句像不像，敢孤身一人去莲花坞要说法，敢面对三毒圣手石宁银针反击，可见他这人看着虽腼腆柔弱，实际上却是果敢无畏。魏无羡想，也许他并不太需要自己劝，但依然接着劝道：你别听旁人瞎编排，日子是两个人过的，你和江澄这点议论根本不算什么。你看我们俩不比你们更劲爆，更匪夷所思。魏无羡看着身旁的蓝忘机，蓝忘机也看着他。魏无羡微笑道：我们照样过得好好的。聂婉晴腼腆道：谢谢你，魏公子。似是很感兴趣地看了看他和蓝忘机，但又很快沉住气，收敛了情绪。魏无羡问：姑娘今天邀我们来，可还有其他想问的？没有了，我就那一个问题。不好意思啊，魏公子，我只是觉得您所说的会比较可信。被初次见面之人施予了罕见的信任，魏无羡觉得十分奇妙。他的名声真的变好了吗？那若是真的很像呢？聂婉晴坦诚道：我害怕他是移情，我不做任何人的替身，若真如世人所传，我绝对不嫁。眼下这坚定神色，让他有了几分江厌离一般的自尊自爱，刚烈有节，更像了。魏无羡忍俊不禁：就算一模一样吧，聂姑娘，那也不可能是移情。如果是移情，他就会把你供起来，而不是想娶你回家了。聂婉晴也笑了，仿佛果真觉得自己先前的忧虑有些莫名其妙，能够宽慰到一个与江厌离有几分相似的姑娘，魏无羡十分满足。
两人又聊些别的，